好，现在我手上这台就是全新的 iPhone 16 Pro Max。那我在发布会结束的第一时间拿到了它，今天是我拿到它的第2天。那这一期的评测时间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明天上午就要把它还掉，所以这一次完全一不写稿，二没有提词器，就给大家这么 freestyle 讲一讲我在使用了2天以后关于影像它的改变。新增的相机控制按钮好不好？4K 120帧的视频到底适合拍什么样的场景？更好的麦克风和混音模式能不能让我们丢掉小蜜蜂？那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这次我带着米老师只用这台 iPhone 16 Pro Max 拍摄了一期 vlog， 城市还是旧金山，这次准备带它逛一逛我曾经上学的地方，所以欢迎来到像素长街，我是你们的小鹿。我们要出发了。She's always talking about San Francisco and how she never gets to go back home as much as she'd like to. Tells me that I love the bay and has a place where we could stay okay. I want to, I just can't find a time to break away. Says she's gonna take me there someday. I say, San Francisco, when you're ready, let me know.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那在这一期通过 vlog 的评测里，我还有一个隐藏任务，就是米老师十分想见到金门大桥，但我告诉他这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果然第一天我们来到渔人码头的时候，刚刚陆哥说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一定能看到金门大桥。来，当然这个乌索金门其实是常态啊，这个金门大桥比富士山还难看见。我们之前上学的地儿就在那儿，我刚刚给你指了。我其实上学了1周以后，我才知道金门大桥原来就在我们对面。那带他看桥的事儿先摆在一边啊，让我们先来聊聊这一次看起来最大的一个更新，这个 Camera Control 的新按键。它是在手机右侧下方的这个位置有一层蓝宝石玻璃覆盖。那在相机界面，它更像是一个相机快门。那它有什么功能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么直接就可以把整个的相机呼出来，然后轻轻的按下去，左右滑。就可以调出一些，比如说像 zoom in zoom out 的功能。那如果你在照片模式下完全的按下去，就是拍照。如果一直摁住不动，同志们一直摁住不动，哎，大家看到米老师和2个垃圾桶在那边。实际使用体验下来怎么样呢？这个说实话真的没法尬吹，因为它这个使用逻辑上，它是一个很好的设定，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是你在真正使用下来以后，我会觉得 Apple 今年太想把很多的功能点交给这个按键了，可能上手的话有一点困难。还有一点，它非常容易误触，就是它轻按跟短按的这个触感，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的特别好。那像我这2天拿起来以后，我第一反应还是这么去拍照。在拿到机器前，我一直觉得我可能更加会把它这个默认设成 zoom in zoom out， 这样滑动的时候我就可以很丝滑的像 DV 机一样的 zoom in zoom out。但是因为如果我们用2指去 zoom in zoom out 的话，其实你可以控制它的速度，你可以有一些呼吸上的改变，它可以完全根据你的来。但是你如果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你的食指上去，说实话你很难控制的那么的精准。所以如果你还是想用 Camera Control 这个功能，我觉得它目前最适合的是相机的切换就是你把这个默认其实调成相机，你只要把它调出来，左右一滑，你往左轻轻一滑就是1，再往左轻轻滑就是0.5。还有一点不太舒服的就是，当我手上出汗了以后，我去滑这个东西，会有一点，说实话会不舒服或者失灵。但至少现在有这么一个专门给摄影的按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把 Action 键解放出来干别的了。点评一下，这个位置有点太低了，我觉得我的手有点小，这么用的话，我的这个虎口的这个位置会有点痛。然后关于这个按键，其实我昨天专访到了整条 iPhone 全球的产品经理 Joss， 然后我们也关于这个按键聊了聊，当然他有他的想法。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have a dedicated control, and we're super excited about that because we could position it in the right place to make it ready for you to not just launch the camera, but to quickly take a picture or do the video so you don't miss the moment. 那在发布会上提到这个半按锁定对焦和曝光，那我拿到这些机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功能，那听说是今年稍晚的时候才会加入。第2点其实是我觉得更大的更新，就是4K 120帧。
那今年新增的这个4K 120帧，再配上去年的 Apple Logo 这个组合，说实话已经可以打掉一些市面上万元级别的微单了。就这个录制规格啊，我没有说底，我没有说它的扩展性，我没有说什么，就是我说的就是录制规格。而且它非常的小，它可以塞到任何地方。慢动作视频不仅能调动情绪，而且在后期突然放慢的时候，会有这种变速的效果，剪辑的空间会更大。可以，刚刚那套好看。但真是这1、2天使用起来以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地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4K 120帧只能用它的主摄啊，也就是说在上面它只会显示1倍和2倍。那它刚刚给到的4800万的0.5倍，就是超广角镜头是没有4K 120帧的。这个真的太可惜了，因为超广角镜头是最常用到升格镜头的，比如说一些自行车骑行、摩托车骑行的一些镜头，比如说滑板，比如说一些极限运动等等，包括滑雪，但是就是没给啊。另外也没有给5倍摄像头。我需要推你吗？之前你在使用相机里的慢动作的时候，你只能使用慢动作，对不对？现在你完全可以录制带声音的升格视频，你可以在机内选择你是长速播放，还是放慢2倍，还是放慢4倍。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的实用，因为你都不需要进剪辑软件再做这个操作了。那还有一点，你直接打开机内录制啊，是没有办法拍4K 120帧的 Apple Log 模式。但是好在一点是 Blackmagic 这个软件啊，你能够调出4K 120帧的这个选项来。第二点，它的格式上也是只有一种的 ProRes Log 可以选择，你不能录制小规格一点的，哪怕是4K 30帧的 Apple Log ProRes 格式都非常的巨大，更别提4K 120帧的了。那10秒钟啊，10秒钟就要大概占到1个G 的内存。当然，你也可以下载 Blackmagic Camera 这个 app 来拍，那这样就能摆脱这个外置硬盘的限制，还可以录制这个体积更小的，像 H.265啊、ProRes LT 啊等等。那如果你是摄影师或者 Vlogger， 或者就是爱记录生活还爱拍 Log 模式，我估计今天你要充一 T 了。那接下来我们聊聊从1200万提升到4800万的这颗0.5倍超广角摄像头。我不知道，就是镜头前的摄影师有多少是挂机只带一个2470或者24105的，请在弹幕里打一个1，告诉我。大家看，我的 ZV-1带的就是一个2470，就是我现在出门尽可能的少带镜头，因为太重了。我非常需要一个超广角镜头去给我补齐焦段。那为了去测试这颗超广角摄像头，我们这次选择拍摄的地方都是相对而言比较狭窄的地方，比如说像纳帕的红酒列车，Santa Cruz 的这个复古小火车。不吵架，少吵架好吧？然后挣大钱，好吧？来，3、2、1，推。那因为这些可能也是我们在旅行中经常会有的使用场景，所以带米老师体验我走过的路的第一站就是纳帕的这个火车。来纳帕的这个火车是我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因为10年以前我跟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女人来过。你们还好着吗？还挺好的。那之前我们 vlog 的出镜一般都是用 Pocket 3来自拍，这次我们试了全程用这颗等效13毫米的这个0.5倍超广角，开启 log 模式来拍 A roll。那结论是，如果你懂一些调色的话，它穿插在任何别的就是微单相机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它的画质非常的好。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看不到构图，现在还是只能用 Apple Watch 来监看啊。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放在评论区，我会学习的。给你们个建议 ，iPhone 17，你真的想让我们视频摄影师拿它去创作 vlog 的话，能不能在这儿给一个就是小小的，哪怕像素很低的这种监看屏？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就是盲拍，很多时候盲拍，那基本上拍一条我们就要回看一条，说实话还挺不方便的。在画质方面，还要今年聊聊这个很多人关心的抗反射涂层啊，但是我目前用下来还是有鬼影存在，所以这个抗反射涂层抗的什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聊长焦镜头在16 Pro 上的变化。这个变化，说实话是明老师非常不喜欢的。我希望他可以把3倍还给我，就是5倍有点太近了，我觉得3倍是刚好的距离，就是很方便我的创作。其实我们前2天刚说了一条如何用85的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就是85的这个焦段这个镜头怎么用。其实85就相当于iPhone 手机上的3倍镜头，我自己也是挺常用的。我们两个去年就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他用3倍，我用5倍，这样子如果拍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压缩不够，或者拍野生动物的话，包括刚刚那只小松鼠过去的时候我就拍了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5倍。那拍人的话，可能不需要120左右这个焦段的时候，只需要85这个左右的焦段的时候，我们就用它的3倍。
但是今年所有的都提升到了5倍。它3倍更适合日常用，我觉得。对，而且5倍的潜望式长焦，因为它的这个光线折返会比较多，其实它的画质不如3倍。今年你就不要换了，好吧？就我自己换就行。当然要换了。那好了，最后跟大家聊聊一个我完全在意料外的更新，但是确实无比实用的。一是就是因为它这个麦克风的提升，还有就是它后期有一个 AI 混音的功能。这个后期混音有3个模式啊，第一个就是取景框内，镜头冲着谁，声音就给到谁。第二种呢，就是它会把你的这个环境音降到最低，只留一个人声，那像是你别了一个小蜜蜂一样，非常适合口播呀什么的。我们租这个车非常之便宜，所以隔音特别不好。然后，但这是 iPhone 16的声音，来你说话。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那第3种叫 Cinematic， 就是电影感。它会保留一些环境音。那如果说刚刚取景框内是前指向麦克风的话，那这个 Cinematic 就是全指向，前后的人都能收得到，然后也会保留一些环境音。比如说，来，苗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好，那如果我用 Cinematic 这个模式的话，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好，就是我俩的声音都能保留。而且它还能调节大小，如果你觉得声音损失的有点多，有点闷了，我还可以拉回来。这是 AI 是吗？他不知道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技术。他如果是直接麦克风消音的话，你不可能人声还有那个中低频的那个状态在。你像我们一般消完音的话，我们得去做一个假的中低频进去嘛。他等于说他就是直接把我们做的3、4步流程直接1步进去，这还比较好。怎么样？这个体验？非常好。这个不算是带你重游我10年前的回忆了，这算创造新的回忆。iZotope 的消音就能做的是基本上是最旗舰的消音状态了，它能跟 iZotope 最终成品大差不差。降噪最难的是什么呀？它如果背景声是规律的，就是比较好消的。但是我听你刚才在火车的那个里头是不规律的，它有很多的其他的突发的噪音，它也能消的挺漂亮。现在在纳帕拉利的火车上，现在这个车厢非常的吵，然后还有铁轨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口齿音的高频信息。iPhone 还是做的不够好，这个行业里都没有人能做的那么好。就你会听它高频会很音质很低。没想到来了美国还是每天坐火车。但是就是这个准确翻译，我觉得叫混音还是不太合适，因为混音它不光涉及到人声，它还有一些环境啊、音乐啊这种的。但有一点你需要注意的是，就目前而言，如果你使用了 Blackmagic 这样的 App， 那混音功能就无法使用了。所以期待第3方软件对这个功能做更新和修复。不过这个混音的功能在绝对的风噪面前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比如说这是我们第2次想去看金门大桥，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当然，截止到我们录这个户外口播之前，还是没有能带米老师看到金门大桥，所以我们决定第2天12点在还设备之前，早上再去碰碰运气。你敢信吗？一到桥就这个样子。当然，我还有一个 Plan B， 还没有告诉他。name is Liu。哎呀，我其实特别怕今天也是像那天那种死天气。哎，那你就这次就看不到了。文艺太牛了！这是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全球第一个拿着 iPhone 16上天航拍的人。不过在飞机这么狭小的环境里，它可以自由地从等效13毫米的超广角到120毫米的长焦镜头之间无缝切换。还有专业的 log 曲线120帧来帮助我完成这段剪辑，讲完这个故事。从视频创作这个维度上，确实只有 iPhone 可以做到如此轻便地完成这一切。
那我不得不承认，它在设计上几年都在换壳。作为用户也会诟病它的信号和充电速度，但近几年视频拍摄似乎逐渐成为了 iPhone 新的壁垒。那作为一名视频创作者，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和机型能看到我们的需求，让我们更加自由的创作。所以这就是这一期的像素长街，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期的内容，记得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也要关注我们后面的麋鹿假期啊！后边我要带绵儿去当一回牛仔。